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企业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议伦好，各位朋友好。还有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大家很关心的就是中美现在算是贸易休战了。好，我们也看到了白宫也就是川普正式也签署了行政命令。好，也就是从10号开始正式把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的芬太尼关税降到10%。好，也延长了中美关税休战的期间到1年的长度。好，中国大陆的国务院也特别讲说，从10号开始也暂停对美国部分加征关税。24%的关税的税率是暂停1年。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务院说，为了落实中美贸易磋商达成的成果共识，所以从10号的下午1点01分开始，好，要暂停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实施24%的加征关税税率，为期也是1年。好，同时保留10%的基础加征关税的税率。好，那我们也看到李成钢那他其实一直都在这个贸易期间都有他。好，那他也这个会晤了美国农产品的贸易代表团。那他特别讲说，中美互为重要的农产品贸易伙伴。那今年以来中美农产品贸易出现了一些波动。根据在于美方的单边关税措施，所以希望美方跟中方一道着眼大局，为农业等领域务实的合作营造有利的气氛好，那现在我们这个中美休战看起来似乎稍微缓和一点点，但是很多人觉得川普的不确定性还是很高，所以恐怕还只能再观察。但问题就在川习会大家还是在讨论。为什么没有提台湾呢？好，因为这个川普有特别讲说，当天场合上面其实这个气氛蛮肃杀的。我们来听他怎么说。So he's here, and he's got about 6 people on each side, and every one of those people was standing like this. They were at attention. And I made a comment to one of them, and I got no response. I never saw posture like that. I've never seen men so scared in their lives. They have the equivalent of a vice president. He was. I said, "Are you going to answer my question?" And he's like, he doesn't move. I said, "What's wrong with this guy?" I will answer all questions. 好，这个川普说话的方式有一点嘲笑这个中方听了恐怕又觉得，你看你事后又来开始这边乱讲话。好，那当然川习会没有提到这个台湾嘛，所以《华尔街日报》就有特别这个报道说，台湾议题其实一向是美中领导人会晤必谈的话题，但是习近平这次却选择不谈，那就是因为川习会聚焦在经贸，而且时间有限，那贸然提出恐怕会引发美方的反弹，而且他正等待着川普明年访中，希望用主场的优势提出了台湾问题，再来向川普进行施压。好，所以这个中国大陆也有学者分析他说这一次因为中国大陆已经万事俱备，要加速推进统一的进程，所以已经不需要跟任何的国家来商讨探讨，而是中国大陆的定力所在，就是如果继续要探讨的话，中国不是跟美国商量，而是直接通知美国。所以它的标题是写台湾问题，中国将美国踢出局了吗？好，那当然看到关税现在停火，但是还是有重重危机。首先就是农产品大豆，因为中国已经宣布了嘛，从11月10号开始移除对某些美国农产品征收的最高15%的关税。但是美国的大豆依旧是被抽高关税，那中国买家购买大豆的时候，就还需要面临13%的关税。这跟巴西的大豆相比起来美国的大豆价格上面对于商业买家来说，仍然还是太贵，所以这个美国的大豆在市场上面恐怕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没有竞争力。好，那另外还是在稀土因为这样稀土确实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大家都非常需要稀土。那欧盟这边也说，跟中国政府建立沟通的特殊渠道，那就是要确保说对欧盟工业至关重要的稀土材料流通。自管制措施生效以来那欧洲公司已经向中国政府提交了大约是2000份的申请，那其中大概超过半数已经获准了。那当然是希望确保整个稀土上面的供应。
但是中国大陆，你以为它只有这些王牌跟手段吗？现在说稀土只是一个前菜，因为中国大陆还有3大产业是掐住了全球的命脉，所以让美国很头痛。好，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首先就是锂离子的电池，好，掌握电动车跟绿能的优势。好，那还有成熟半导体，虽然非顶尖，但却也无可替代，以及质料的原料，这是供应全球的隐形霸主。好，虽然其他国家可以透过高成本来寻求替代品，但是在某些关键的环节几乎无法在中国大陆以外找到供应商。好，所以中国大陆铺排了这么多年，哇，现在看起来似乎有掐住了蛮多的这个国家的脖子那再来看到就是晶片因为辉达在遇难关因为传出中国官方已经发布了指导意见，要求所有接受国家注资补助的资料中心必须要用他们自己的本土 AI 晶片，所以这样一来呢，不仅辉达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像超微Intel 等业者也会受到不小的影响。所以黄仁勋现在对于这个晶片的部分也是不断的在向美国喊话。他现在示警说中国大陆的能源成本较低，监管的限制也比较宽松，但是美国跟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正受到犬儒主义心态所束缚说我们需要是更多的乐观心态，因为他认为如果美国束缚了产业，这 AI 竞赛当中接下来就会输掉跟中国之间的这个比赛。好，当然我们要看到了刚开始也就是美中的关税休战，好，川普这边已经拍板了，我们先问邱毅委员。川普跟习近平在韩国釜山的元首会晤只有100分钟，在这100分钟里面，双方最多只能达成战术上的停火，而是真正的停战吗？离真正的停战还有很大的距离。现在基本上在元首会晤以后，我们明显的看出来，中国大陆占了上风，美国落居了下风。当然，川普回到美国之后，吹了很多的牛，但是如果把吹牛的迷障把它打开，就知道美国是居了下风的。现在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头上摆了长长短短好多支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刚才主持人特别讲到的稀土，稀土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最关键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为什么呢？川普讲说，哎呀，我联合 G7 的国家，再加上澳大利亚再加上这个乌克兰，于是我就可以形成了一个矿产的联盟。我在1-2年内，我就会赶上中国大陆，我就不怕中国大陆稀土的威胁了。但是事实上这么简单吗？高盛公司的研究报告已经告诉你了，美国在稀土的部分，尤其在精炼加工上，要赶上中国大陆，至少得10年，甚至得要15年。所以你现在把你的中国大陆的对稀土的出口管制延后了1年，有用吗？美国还是赶不上啊！美国在稀土上面，即使找到再多的矿源，也赶不上中国大陆。何况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不是只有稀土，包含了大豆等农产品。今天中国大陆买了，解你燃眉之急，那明年呢？后年呢？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再加上锂电池，再加上成熟型的芯片，再加上刚才讲的制药的原料，它其实都是一些达摩克利斯之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明显的美国是不利的。好，第二个我要谈到的是，川普呢特别讲到说，他跟习近平谈判的时候，大陆的谈判队伍一字排开，从蔡奇开始到何立峰到李成钢，大家基本上在习近平的旁边都不敢说话。我要提醒川普，这个不是奇景，这个是中国人最熟悉的龙首式的领导。你在一个谈判的场合，
当然避免七嘴八舌啊。所以你当然是由习近平来代表性发言呐、而他们之间的讨论的结论早就在元首会晤之前已经完成了，尤其之前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中美之间的谈判队伍已经有了初步的共识跟结论嘛。而真正的奇景是什么？我提醒一下川普，3月4号，川普到美国国会演讲，那个时候啊，范斯跟众议院的议长强森为了拍川普的马屁，号召共和党的议员，川普每讲30秒，他们就站起来鼓掌15秒。有一个众议员因为不断的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坐下，年纪又大了，回去马上送医院急救。这个才是奇景啊！这个马屁拍到如此之程度，不但是美国的奇景，也是世界的奇景，也是历史上的奇景。好，有明教授怎么看？釜山会议之后，中美之间虽然达成看起来好像是贸易的休战，延长1年，但是各位，这是川普从4月份到现在为止超过7个月对全球的关税战、贸易战。他对日本、韩国、欧盟，包含我们台湾、东南亚，你看为所欲为，17、15%、19%、20%，然后还要投资。台湾现在叠加，还不知道投资是什么。可是对中国大陆呢，一筹莫展。那增加的部分，如果加上原来的部分，其实跟对日本、韩国的这个比例差不多。这个延长1年，其实2种意涵。第一种意涵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反制的措施有效了。这个有效一方面是指说对美国而言，它卡到美国的脖子了。美国的大豆对于18万农户，对于美国的粮食经济，对于川普的支持者，卡到美国的脖子。然后呢，稀土那更不得了，对于整个美国的制造业、汽车业、军工业，那真的是10年以上你都赶不上，10年以后你也赶不上。那换言之，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它不只卡脖子。换言之，美国跟中国在这一些层面呢，其实是无法切割的。你还是要维持正常的供应链关系、贸易关系。如果你用这种政治的方式采取要去做切割报复，那别人反制其实只是造成你的伤害更大。所以他有这个认知，他要多1年的时间来去做转环，所以他们休战延长1年。而这个1年的定我觉得其实是另外一个因素。所以川普要回来面对他自己，面对美国国内。你知道现在川普的民调多少？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大概2天前，川普现在的民调支持率只剩下41%，不支持率59%，也就6比4啊。那如果来到关税的议题，不支持他的关税做法的65%。支持的只剩下3%，这个连 MAGA 的基本盘都不到了，所以他知道这个民调对他不利。然后呢，第二个，他现在你看选举的结果出来，在纽约市，这个基本上其实是对民主党的一个就是很复杂的转变。前进派取得了支持，年轻人支持前进派，最大的关键也就是反以色列、反种族灭绝，支持巴勒斯坦。你想想看，这是在整个东岸的犹太影响之下，居然投出这样子的结果。可是维吉尼亚这边代表的是民主党的中间温和派，民主党的女州长当选。那但是川普就在担心呢，2026年会不会哪一个参议院或众议院，他只要失去一个多数2个都不是多数的话，他就跛脚。他跛脚，基本上你还打什么关税战？然后再讲第3个，很快的是。大法官现在最高法院在审查，我现在觉得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定会支持川普，所以他需要1年的时间来面对他这个选举，面对他的民调，面对2026的期中选举。所以呢，这个就会造成中美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变化，那形成G2体制。我觉得其实中国大陆不需要跟美国谈太多台湾问题了啦，因为这个权力的变化已经使得大陆其实在台湾议题的主导性越来越强。好，所以川普有一点要以时间换取空间啦。将军怎么看？这一次这个 APEC 的亚太经合会，这个中国大陆跟美国这个在会谈之后，
我认为大概变成2个方向，就第一个互降关税，那芬太尼到美国扣10%，同样的，美国的这些产品卖到中国大陆也就变成10%的基本关税，也有一个就是说叫基础关税，那这样的，那大豆当然是13%，那就多了一些，但是互降关税。第二个呢，变成互买所需，中国大陆买。它需要大豆嘛？那像美国买大豆，那美国有这个大豆过剩，那到去年是卖了2700万公吨，但今年没有啊，刚好过剩买，这样嘛。那中国大陆产芬太尼多，刚好卖到美国，所以变成互降关税、互买所需，这样子的话达成彼此的双赢。但是我们来看，美国在这一方面，我认为美国在这方面反而是一种谈判的劣势，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底气不够。美国因为4个原因造成它底气不够。第一个，美国制造业萎缩了。我们知道制造业工业之母、经济之母就是制造业，其他的金融业、衍生性的商品啊、股票啦，或者是保险啊，那只是一些金融。那这样的美国制造业从以前占全世界的占比40%，现在不到20%啊。那现在换句话说，美国的制造业萎缩了，这样萎缩，其他的制造业的往美国卖。赚美国人的钱，那美国这个依赖度就高了。我认为它制造业是它的问题。第二个，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掌握到晶片跟 AI 的产品优势。中国大陆也起来了，就尤其成熟制程的，中国大陆也会做更多。那美国在尖端制程的还没有完全达成领先，所以这个辉达讲得最清楚，黄仁勋就讲到了，中国大陆好像跟我们几乎是平起平坐、等量齐观哦。美国并没有保持绝对的优势哦。换句话说，黄仁勋是讲出了实话。中国大陆在这个晶片、半导体这方面的技术，其实跟美国是等量齐观的。换句话说，美国也遇到了这方面的底气不够。第三个，美国国债重，美国现在的国债38万亿，也就是38兆美元。那这样子的话，变成美国的举债空间非常有限。它以前国债少，举债空间大，现在国债那么大。举动空间很少，没有回旋空间，所以美国政府、联邦政府关门啦，已经破纪录了，关门。为什么要关门？你没有举债的空间，当然要关门啦。薪水付不出来嘛，大家去领实物券，就这样子啊。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底气是不够了。最后一个，我认为美国缺少了稀土的自主性，它一定稀土就要向外面买，他自己没办法提炼，也没有办法生产，一定要向外面买。所有的军工产业、重要的产业，包含汽车产业。这个，我们所讲到新能源车都要稀土，美国没有稀土，自主性就没有，被人家掐到脖子。所以美国因为这个4个原因呢，造成它底气不够。哇，美国底气不够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反而是这一次这个川普上来之后，因为他要引发关税战嘛，反而把所有的缺点都暴露在台面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这个世界还不够乱吗？好，现在就说呢，其实川普也想要核试。好，那这是之前也有讨论过说，这个川普打破33年的禁令，要推动的是恢复核试。好，这引发了普京的敏感神经他说，我警告你俄国会比照办理说已经下令相关部门提交恢复核试的可行性提案。那如果美国恢复核试俄罗斯就会考虑比照来办理。好，那这当然是叫嚣意味非常浓厚嘛。好，我们看到俄罗斯的总参谋长他就说，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适当的措施，就会失去及时回应美国行动的时间还有机会。好，那另外一位是俄罗斯的国防部长也特别讲到，他说最近美国的言论跟动作表明，华盛顿正在积极的扩充其战略进攻系的武器，所以俄罗斯最好立即要做出全面核试验的准备。所以有人就说，川普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这种东西能乱讲吗？这会引爆全球的危机好，所以呢，我们看到川普马赞亚啦他有点打退堂鼓嘛 ，Taco 好，他重新讲说，我们重审了核武，我们是投靠核大国，俄罗斯排第2，中国远远是第3，但他们会在4到5年内追上我们。他说，我们3个国家或许正在制定无核化的计划，看看
成效如何？好，真的是早不该讲嘛，这种东西不能乱讲哦。这个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讲，真的要送给川普。好，那当然核试哦，真的是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恐慌，尤其很担心会一发不可收拾。俄罗斯这边呢，其实普京哦就有宣布说，这个射程达到18000公里，能搭载的是核弹头的洲际弹道飞弹的萨尔马特，在明年要进行实战的部署。那这被视为是俄方强化对西方的核威慑信号。那当然，普京哦也频频的展示说可惜核弹头的这个新武器，上个月其实也先后宣布了核动力的巡弋飞弹。好，这个飞弹叫做布列韦斯尼克。好，我们看到就是右边的这个图。好，跟这个核鱼雷的波塞顿哦试验成功。那这是上个月他宣布了这2个。好，那分析人士就认为哦，说这个普京的举动就意在说要进行核武炫耀。那对象当然就是跟美国还有北约在释放哦，说我们的武器啊相关的设备都很厉害，所以你们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好，那除了俄罗斯，还有一个拥有核武的国家就是北韩。那现在哦，南韩的军方说，北韩的飞弹射程1.3万公里，那可以直达美国的本土。那这就是南韩国防部研判说，北韩其实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金正恩一声下令哦，他们就能利用丰西里的核试场3号的坑道来进行核试。南韩这边是研判北韩会把这个短程飞弹跟600mm的火箭炮用于作战部署，那中程飞弹则会集中于超高音速的巡弋飞弹。北韩长程飞弹的射程已经达到了13000公里哦，可以直达的是美国本土，确实也令人觉得蛮有一些讯号警告的意味很浓厚。那大家有没有看到美中的军事角力啊？像是中国大陆这边也迎来了3航母时代。那尤其看到了这习近平哦坐专机飞到了南海的三亚。那要出席的就是福建舰的入列仪式，因为可以看到啊，这个福建舰跟山东舰哦，从这个都挂满了这个旗子，所以外界推测说，这福建舰将要入列的是南海舰队。那习近平按惯例就会出席这相关的仪式。那另外，这个中国大陆的红旗9B 的防空飞弹哦，最近哦也是迅速的打入了国际市场，因为它是一个长程防空飞弹。好，那分析认为哦，它的性能已经超越了美制的爱国者飞弹，还有俄制的 S300 PMU2， 那成为了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防空武器之一。因为250公里哦，这射程实在认为太香了。那尤其中国大陆很多的东西哦，价格也比较低，有人认为哦，这 CP 值非常高，但是时机很敏感哦。或许哦，川普也嗅到一些这个讯号，觉得时机不太对劲哦，所以现在他们也呼吁要从事核试爆之后，美军就试射了义勇兵3型的洲际飞弹。这是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在5号凌晨的时候，在加州的范登堡基地成功的试射一枚无武装的义勇兵3型的洲际弹道飞弹。另外，他们的 B-52轰炸机也携带了最新弹药，然后显然是一个新式的核子飞弹。那还有美军的新神眼也启用了这个最新的神盾舰海试成功，那侦测力狂飙是330倍，要反制中国。那这个神眼其实就是最新的伯克级神盾驱逐舰，叫做史蒂文斯号，完成了海试。那搭载的是 SPY-6的舰载相列雷达，好让美军的侦测力提升了30倍。那也象征海上的战力从眼睛提升为一个神经网络，要反制的就是中国大陆的飞弹威胁。我们还是看到这个核试的部分川普很爱讲，结果等到了普京说之后，他又他口了。好，我们来问邱毅委员。川普最好不要再去想要恢复核试了。他一旦恢复了核试，俄罗斯一定跟进嘛，北韩一定跟进嘛。而且川普的资料也有错，依照核弹头的数量，排第一的不是美国，排第一的是俄罗斯，美国排第2，中国大陆排第3，英国、法国排第4、第5。所以这个核试千万不要试，而且川普一定知道什么叫修昔底德陷阱。美军的霸权过去独树一帜，
但是现在美军的霸权已经在逐渐的式微中。为什么？因为美军的霸权后面支撑的是美国的综合国力啊。美国的综合国力后面最重要的支撑的力量是美国的经济呀。大家听到了刚才张将军说的吧？美国的经济已经日薄西山啦，再加上被川普这么胡搞乱搞的结果，制造业没有回流，反而使制造业的成本提高，反而伤害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所以美国现在美军的霸权早已不复他日啊！大家简单的看看，川普上来以后，柿子挑软的吃，他第一个挑中的是也门的胡塞武装，结果呢，杜鲁门号的航母到了要去打胡塞武装，结果如何？先是2艘的大防风掉到了海里面，后来又掉了一架。单单在胡塞武装这一仗，不但因为泄密折损了一个白宫的国安顾问，到现在还没补上哦。另外的3架的大防空坠落到海里面。好，前一段时间在开东盟峰会的时候，川普又想秀肌肉啊，所以又把尼米兹号的航母又派到南海，结果呢？30分钟，半个小时内，2架舰载机掉到海里面，一个是海鹰直升机，另外一个也是大黄蜂。所以美国的海军霸权，美国的军事霸权已经不复存在。你不把你的经济，把它的体质调好，你不让你经济上来，你现在的美债38万亿美元，38兆啊！在这么严重的美债之下，你的美元的需求越来越少啊，各个国家对美元逐渐的没有信心，都在搞本币交易，搞去美元化，连过去最听你话的沙特阿拉伯，现在都公开讲，他与中国大陆的原油交易一半要以人民币来交易。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的经济没有好起来，美国的军事怎么会能够维持原有的霸权不坠呢？所以不要再去乱玩这个东西了。美国现在川普还想玩，要制造一场胜仗来提高他的声势，挽救他低迷的支持率。所以他的舰队、他的飞机弄到了加勒比海，要对付委内瑞拉、对付哥伦比亚，现在又看中了奈及利亚。这都是柿子挑软的吃，可是今天的美国连软柿子它都吃不下去了。确实，美国最近在军事上面的问题真的蛮多的。将军，我认为这个川普如果要美国恢复核试的话，利少弊多。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有默契，不要再核试。1990年代都不核试了，除了北韩之外。那现在川普如果要核试，刚好帮俄罗斯开绿灯。俄罗斯它可以试爆更大的核弹。来震慑、来威慑大家，因为美国试了，我现在可以试了。第二个，俄罗斯的核武试爆次数还比美国更多，那这样的话，美国一看，哇，那你带头开的啊，你带头开绿灯啊，那我只是俄罗斯只打蛇随棍上啊，顺水推舟而已啊，变成这个川普帮了普丁开绿灯了，那我们变成这个状况。那现在川普想要让世界这个无核化，这个没有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嘛。我们知道5个常任理事国，中美英苏法这5个常任理事国都有核武，另外还有4个国家，包含印度跟巴基斯坦，也包括北韩，也包括以色列都有核武，大家很清楚。现在想要无核化不可能，为什么？互信基础薄弱嘛，谁有互信？你会不会再藏几个啊？你藏个100个，我怎么知道？那大家互信基础薄弱，那就没有办法了。你怎么有无核化？透明度，第二个，透明度很困难。有话。你在这边稀说弄，变成绝对机密，在私底下在那边搞，那谁知道啊？结果他没核武，我有核武，他又没核武，大家都会彼此猜忌。你可能有，那我也要有，大家都私底下就变成私底下在那边尔虞我诈，咱们藏一些。所以我认为没有办法，这个后银发太困难。第三个，你有这些科学家，有这些核武的原料，有这些提炼核武的技术。
那一下去装备都有，马上大家随时可以恢复制造啊。所以要无核化，只是说说而已，没有办法真正的落实，是这个状况。那我们现在看，现在俄罗斯不但他的试的这些武器，不管是雅尔斯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或者是这个萨尔马特的洲际飞弹，这个都是要盖核武，它不会上面放1公吨、1000公斤的弹头啊，这是要打到14000公里，这是要挂核武的啊。那我干嘛研究这些啊？所以有这些的洲际弹道飞弹，还有这些长程的战略轰炸机，还有核子动力的弹道飞弹潜舰，都是要载核武的。所以我要认为核武一定会继续，大家各自都会拥有，不可能大家这个走向无核化的这种境界，不可能。好，永明教授怎么看？川普讲的核测试，其实他是口误了啦。他其实讲的是核演习，核测试就是核子试爆。美国最后一次核子试爆是1992年9月23号在内华达，1996年是中国最后一次的核子试爆，这都是在地下，因为很早在60年代就说在海面、大气层、太空就不可以，所以大家都在地下。美国做了1000多次，那都是在冷战。那俄罗斯呢？苏联到俄罗斯大概做了500多次，所以1996年的时候就全面禁止核子试爆，之后只有印度、巴基斯坦跟北韩。那之后就没有。你看，北韩做了6次核子试爆，事实上招来全球的这个制裁。所以现在大概不容易有新的核武国，那也不容易去核子试爆，因为你可以用电脑模拟，你也可以用亚临界或非临界黄色炸药的方式来去精进改善你的核子的这个弹头。可是现在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过去我们理解是美国、苏联、美国、俄罗斯是2个核武大国，俄罗斯有5500枚，美国现在5000枚。可是现在第3个核武大国出现了，那就是中国。它现在美国说有600枚，到了2030年有1000枚，其实就已经很接近。这个时候数字已经不是重点。然后呢，中国大陆在去年试射了东风31，12000公里。然后今年93阅兵的时候，你看它那个战略武器排在前面，东风61、东风5C，然后呢还有就是巨浪3型，还有呢惊雷1型，所以陆基、海基，还有呢空基的洲际弹道飞弹都做到，30分钟之内可以打到全世界，而且不可能拦阻。所以这表示什么意思？全球进入到核武大国的这种竞争逻辑，3个影响。第一个，核武的竞赛，它包含这些洲际弹道飞弹。第二个影响呢，也就是核武大国之间呢不会直接的进行交战。这是拥有核武的绝对避免，因为他怕变成核武大战。第3个呢，那当然就是可能会发动代理战争。各位，你有没有听懂？核武大国不会直接交战，他会透过代理战争。你觉得台海美国会军事来源和解放军开战，然后爆发美中的核武大战，这就不是核武大国的嚇阻逻辑。我们在认知台海的情势的时候，对于新的这种中美核武大国嚇阻的逻辑的成型，一定要深刻的理解。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美国企业还是不会跟钱过不去哦，因为看到这个中国大陆这边有进博会在上海这边举行哦，那也推估说未来中国大陆在5年之内，每年的 GDP 将会以接近5%持续的推进来增长。好，那这个部分进博会也吸引了4000的企业来参展。李强这边喊就是安心投资，那也要发现哦，美国企业参展的面积哦，更是连续7年都保持第一，所以我刚才才讲嘛，不会跟钱过不去。好，那美中贸易全国的委员会会长谭森哦，他则说这个进博会是连结企业跟采购商，促进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15+5”规划将会为中美企业扩大合作，创造新的机会。但是川普在这个部分，也就是国内啊、国外哦，真的是两头烧。第一个当然就是关税案哦，因为现在美国最高法院开审的关税案哦，川
川普认为这个是生死的抉择，他说这对国家来说是生死抉择。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说，即使川普政府败诉，仍然有其他多种可行方案来征收关税。好，那这个关税案有2派的大法官其实都有质疑。那像是最高法院最快在几周之内会进行裁决，那其中一位大法官就讲得很直白啊，他说这不是总统的权利，是国会的权利。那所以美国评估这个媒体评估说，未来在几周或几个月之内裁决就会出炉。好，那今天是政府这个美国关门的第36天，已经超过之前的35天，破纪录了。好，那美国联邦政府继陷入停摆之后，36天打破了最长纪录，打破了2018年底到2019年初美国联邦政府停摆35天的纪录，所以是川普超越了川普。好，美国脱口秀主持人也炮轰说这停摆的记录，而且还引用美国国会参议员牧师的话，他说打破政府停摆的记录不会赢得金牌。他说很多人非常想要促成这个开门，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Government shutdown continued. So many are legitimately concerned about getting the government open again, including this guy. Remind our lawmakers that no gold medals are given for breaking shutdown records. 好，另外这个美国的纽约市长已经诞生了，就是曼达尼。好，曼达尼他也跟川普宣战哇，讲得蛮慷慨激昂，来听听看。So Donald Trump, since I know you're watching, I have 4 words for you. Turn the volume up. So hear me, President Trump, when I say this. To get to any of us, you will have to get through all of us. 哇，支持者真的听得慷慨激昂他接着也誓言说将对抗这位跟纽约市关系密不可分的79岁共和党籍总统好，但是这次因为地方选举失利川普也有这个解释的理由。他说，因为根据民调，川普不在选票上面，而且加上政府关门所以才是输掉选举的2大成因。好，但是这一位纽约市长非常的新兴，不过是民主党极左的。好，川普就批评这是共产主义的经济噩梦那川普接下来也会很担心自己的期中选举嘛，因为他吞了4连败，惨输民主党。好 ，CNN 当然就有一些分析他说这个是执政9个月来的首场小考。好，在纽约市长、纽泽西州长、维吉尼亚州州长的选举以及加州选区重划公投的4场选举当中，民主党就是大获全胜，所以凸显了选民对川普这1年来的任期相当不满。好，我们首先还是先问这个邱毅委员怎么看现在美国局势？美国这2天非常的热闹，我只谈2件事。第一件事昨天美国的最高法院在进行川普关税案的言辞辩论，在这个辩论里面很有趣，其实在上诉法院的阶段他的法官就7-4。差距不是很大，而且在上诉法院裁定的前一天，卢比欧、这个贝森特、卢特尼克3个巨头还联名写了一篇文章，提醒这个上诉法院的法官说，如果你判川普输的话，可能会引起美国的外交危机跟经济崩溃。好，可是呢，最后7-4，上诉法院还是裁定川普败诉。好，那现在到了最高法院，大家都说最高法院是川普可以控制的，因为保守人士居多。可是昨天的言辞辩论里面，不管是保守派或进步派的法官，他们大概都是认为川普不应该去动用关税的调整权。因为这跟1930年胡佛总统是不一样的。胡佛总统是先在众议院里面有通过了一个法案，再利用这个法案去施行他的关税战，所以跟川普情况完全不一样。第一个问题就在于，到底关税的调整权在总统还在国会？当然在国会第二个，
如果今天国会授权给你总统做，那你总统也应该有一定的范围啊。所以上诉法院那时候判的是什么？川普对钢铝课关税是可以是合法的，但是他不能全面课关税啊，他对全世界课关税啊。何况啊，他用的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到底关税适不适用在所谓的经济的紧急状态，这个也是有争议的。所以我认为最高法院如果在几周内会做裁定，对川普是不利的，这对川普来说绝对是重大的冲击。好，那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在中期选举的前哨战开打了，结果川普是4战4败。而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纽约市长，竟然由一个34岁的曼达尼，那么最后当选了纽约市长。刚才大家看到电视里面的画面，曼达尼在胜选的时候，他对川普呼叫，要川普放马过来。他对于他跟川普都是一个非建制派、非典型的政治人物。但是他比川普还颠覆，川普是极右，而这个曼达尼是极左，所以两个人南辕北辙，势必是一场好戏。而川普呢，也有法宝来对付曼达尼，就是会用他定下的移民法规，他要把曼达尼驱逐出境，让他丧失掉纽约市长的位置。所以两个人之间，狼变狼，先变先，好戏正在后面。哦，真的很值得再关注哦。永明教授怎么看？曼达尼的获胜啊，其实他跟他主要的竞争的对手是前美纽约州的州长，就是库莫。那库莫代表的是独立参选，不过他过去也是民主党籍，因为纽约基本上共和党可能不到2成的支持率吧，而这一次只有3成多的投票率。曼达尼获得在差不多是30岁以下8成的这个支持，所以库莫代表的是传统温和民主党，曼达尼代表的是前进派的民主党。其实他的获胜对接下来2026的期中选举对民主党而言是正面消息还是一个复杂的讯号，很难讲，因为他自称他这里是民主社会主义。而且最重要一个特征，他跟库莫之间，以及川普跟他之间，就是在犹太、以色列的最大的争议。在一个电视的辩论会当中，9个人，因为他总共9个人参选纽约市长。主持人问：你们如果当选之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会是哪一个国家？8个人都讲以色列，或者是 Holy Land。曼达尼说：我不会出国。我会在纽约好好照顾我们的犹太选民啊！这个8个人就来骂他，你的 gay 森哦。那为什么8个人都说第一个要去犹太？你就可以想象，犹太裔在美国东岸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媒体的影响多深刻啊！而曼达尼他是什么呢？他是印度裔，但是他是穆斯林，他的父母亲其实是被迫害离开，跑到乌干达去，然后呢，乌干达出生之后呢，到了美国来，所以他对印度的莫迪总统啊，莫迪总理啊，事实上是很不给情面的。曼达尼说：“我如果当选美国的纽约市市长，我不会欢迎莫迪来。”所以你不要认为他是印度裔哈，他是被迫害离开的，有占印度将近2成的这个穆斯林的人口所以他是穆斯林，所以也就是在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犹太跟反犹太这个很复杂的情况之下，在纽约的出现，那这个讯息对民主党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很复杂，因为在维吉尼亚州当选的民主党籍，他是中间温和，他从来不讲反川普，所以我对2026，你说是不是川普可能因此会失去哪一个院，众议院或参议院？现在我觉得还言之过早。好，将军怎么看？我认为川普的300的怪象啊，300的怪象啊，会造成美国经济发展的迟滞。300呢？第一个，川普让政府停摆啊，
你政府停摆，联邦政府停摆，你国家公园停摆可以啊，你空中的这个航管停摆了，我空中的流量就要做管制要不然会出飞安问题你这个政府的整个运作那么大的联邦的政府的机，你怎么可以让政府停摆？你政府停摆，经济怎么发展？是这样子啊，你这个那其他的各州是各州，联邦政府最重要，它的重要性超过各州的政府、州政府，所以联邦政府绝对不要停摆，现在让它停摆了。第一摆就停摆，第二摆呢是政策摆荡。这个政策摆荡啊，川普的这个政策经常是摆荡的，今天明天不一样。对啊，你这是怎么会让它不定感？你这个到底是玩真的还玩假的？不定感。变脸嘛。对你这样子一直摆会让它不定感啊。一下说要把加拿大变成第51州，一下说格陵兰变成第51州什么的，你这个一直都是在摆来摆去啊。这个我们讲到的这种政策摆荡啊，会造成它的不定感。到底要不要投资？要投资多还投资少？我们是不是大家都保守一点？因为我们看看川普是不是明天又变了？这个政策摆荡啊，会造成经济发展的里面的一个隐形的负能量在里面，因为大家搞不定。我们还是先观望，抬头观察看看状况如何。所以川普的这种摇摆会不好。我认为第三摆什么？第三摆就是关税战摆谱。你有摆谱，你关税战一摆谱之后，就是违反了比较利益法则。你本来你便宜卖我，我便宜的卖给你，我们大家都我们双赢，我也买到便宜，你也买到便宜了，那我们都不是很好嘛，都赢嘛。那你现在会这样子违反利益这个比较利益法则，会造成物价波动，物价一波动，大家通货膨胀。所以我们知道美国通货膨胀啊，为什么？因为你关税加在那边嘛，那关税加到物品上，物品上给大家老百姓，大家哟，什么东西都变贵啦，鸡蛋变贵了，这些牛肉都变贵了，你这样小老百姓怎么够？所以我们看还有这个领食物券的贫富差距又扩大了，老百姓怎么看？你这个关税战会造成停摆啊？你这一摆之后，那怎么办？现在我们讲到了官僚体系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它是火车头，它是领头羊，大家跟着这个走。你不可以有这个300的现象，你300的这个现象一摆动之后啊，我们知道长边效应，你这边小摆啊，尾巴大摆，你这样怎么办？你这样政府怎么运作？所以我认为美国在川普这个任内的这4年，想要经济大好，看起来短线是可以，但是长线看起来可能我认为未必会很好，因为大家这些我们讲他的这些盟邦，这些盟邦包含澳大利亚、包含日本、包含韩国这些他们这些有的时候对美国的这个抓关税战的这种摆谱，他会认为口服心不服。韩国是投资你3500亿美元，那日本说投资你5000亿美元，但是他们心不服，你知道吧？为什么那么多钱到美国去投资？你美国是不是要把我们的这个钱榨干？我们好不容易赚的，那我们台积电的话到美国美国赚的要55对分，你分一半我分一半，大家会怎么想？我那么辛苦赚的钱，就拿走一半，我只有赚到一半，会怎么来看？那这样的话会造成大家表面上他不敢讲，所以各国的这个元首都不敢说，那就变成嘴巴说 OK 我来配合，我来投资，我来扩大对美国这一方面的这种投资的金额，让川普感到很高兴，笑呵呵的离开。但是他心不服，他可能会打时间战术，我向后拖，因为你川普任期就是4年，那我就向后拖。然后第二个，我来分期付款，分期付款之后，我隔10年好不好？或者是一隔10年。这10年一投资，那我现在有投资，等到川普的任期告一段落之后，